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娘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满辛普森一家第13季第12集。小新又在街上闲逛，今天他运气还真是不错，不仅接到了一个免费棒球，还捡到2枚亮闪闪的硬币。这还不算完，冰淇淋贩卖商的冰箱坏掉了，老板希望小新能够享用一些免费冰淇淋。好运气似乎还没有用完，回家的路上，小新发现一只小白狗，不料它的脾气很不好，见到小新就咬，直接把他吓得落荒而逃。也不知道小新打哪惹了这只小白狗，让他在后面穷追不舍，都跑回家了。他还通过送信口扯走他的衣裤。新小梅正在街边和朋友讨论糊涂蛋，她悄悄告诉朋友，糊涂蛋所需的小弟弟其实就是一个松果。正当两女孩笑得开心之时，他们的头顶突然出现了一只大蜘蛛，原来这又是小新的恶作剧。不过这次他注定不能成功了，因为那只小白狗已经站在他的身后，看到蜘蛛又听到小新的声音，新小梅已经大概了解是怎么回事了，直接领着好朋友就去了别的地方。天都黑了，小新才跑回家，他惊恐万分地告诉家人，有一只疯狗要杀了他。辛巴表示不信，然后上前打开了门。这哪里是一只疯狗，明明就是想要交朋友的小可爱。辛巴怜爱地将它抱起来，小白狗还亲昵地舔他的脸颊。新小妹也在一旁嘲讽道：“你所说追杀，不过是妄想出来的吧？”看着家人们都宠爱着小狗，小新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一家人吃早饭的时候，小白狗就趴在窗户上虎视眈眈盯着小新，让他连吃饭都不得安生。坐上校车之前，小新也是先确定附近安全之后，再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冲上校车。这就安全了吗？并没有，小白狗已经在此处等着他了。于是他只好又冲下校车，开始逃命。等到他再次出现在同学们面前的时候，神情恐惧，衣衫也破烂不堪，将他折磨至此。小白狗依然不满足，还在窗外监视他上课。一天，小新迎着清晨阳光醒来，辛巴在楼下催促道：“快起床，要不然赶不上被狗杀戮了。”吓得小新马上就清醒了。果然，小白狗非常的锲而不舍，而且他还知道小新会从哪里经过。他战斗力爆表，小新跑了很久也没有甩掉他，然后慌不择路，不知不觉就跑到了一扇铁门前。他摇晃了好几下，铁门都纹丝不动。前面是死胡同，后面还有小白狗的追击。情急之下，小新迅速翻过了铁门，他松了一口气，觉得自己总算是安全了。不料转过身，还有更大惊喜等着他。良久，他才发现这些看似凶猛的动物只是标本，还是有真的一只鸵鸟。这时，一位牛仔打扮的老人走了出来，他告诉小新不用害怕，这些家畜只是他电影中的道具。小新十分震惊，你还演过电影呢？牛仔表示那是自然，他可是巴克麦考伊。小新年纪尚小，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电影牛仔，他一心只想解决那只追杀自己的小白狗。巴克表示自己有一套对付小狗的小把戏，他先将小狗拎了进来，用双手将它控制住，然后让小新将胳膊横在他脖子上。小新试了一下，没想到再次起身的小白狗居然对他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。眼前的一切对小新来说就像是魔法一样，他迫切想要知道巴克是怎么样做到的。巴克表示这只是经验使然，他让小新带进他居所，里面遍布了与牛有关的事物，引人注目的还有一匹打扫房间的白马，他也是巴克电影中的演员。这时时钟显示已经是下午5点了，小新表示自己得回家吃饭了。巴克没有挽留，只是说自己随时欢迎他。回到家后，小新异常开心，就是新妈不知道小白狗哪去了，还怪想念的。小新将自己的经历说了出来，首先对此激动万分的是老辛普森，毕竟巴克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。他表示巴克甚至比致幻药还要受欢迎。说着，老辛普森还展示了他的藏品。再次去找巴克的时候，小新戴上了好基友眼镜仔。巴克亲切为2位小朋友介绍自己演过的电影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展示了一些牛仔的把戏，比如用绳子套出你想要的东西。小新现在十分迷恋巴克，在家的时候他还戴着巴克给的帽子，还对爸爸妈妈说巴克几乎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，自己长大以后也要像他一样。辛巴听到儿子的话很不服气，表示自己也是一个成功人士。不料小新只是随意的敷衍了2句，就说自己要去散步了。辛巴很不高兴，世界上有如此完美的男人，这实在太让他自惭形秽了。这天，小新在客厅练习套绳技巧，巴克骑着马来到辛普森家做客。辛巴为了能够成为小新的偶像，也打扮得跟个牛仔似的。为了感谢巴克的到来，辛妈为他准备了丰盛的美食，其他的巴克倒不甚在意。最后一道回锅威士忌颇对他的胃口。这时老辛普森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，拦住巴克，就说他们要抢夺他的土地。兄妹俩联合将这个入戏太深人带了出去。一家人在客厅里观看了巴克的电影和电视剧。巴克表示电视剧里的广告都是由他亲自操刀，酒鬼牛仔牌威士忌丝滑如牛奶。后面还有他不当牛仔时的电影，因为70年代后侦探片崛起了，不过仍然有射击画面。遗憾的是他的角色被去掉了。那部剧
也变成了222房间。小新不敢相信，那就是巴克演艺事业的终点。巴克也没办法，西部片没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但小新不同意，他决定在校园内决斗。小新说到做到，再次出现在校园的时候，他已经是标准牛仔打扮了，而且不只是看起来酷，小新还直接用绳子扯走了马丁的衣服。他对同学们下达了最后的通牒：等他明天回来的时候，大家最好都穿着牛仔装。很快，电视台报道了春田小学的现状，新一波西部热横扫了这个校园，镇上居民也赶上时代的潮流。阿普在超市里为孩子们弹唱牛仔之歌。小新似乎还嫌这股热潮范围不够广，想要劝说小丑让巴克参加演出，但他点头并不容易。还是小新表示巴克薪水可以降低，才让小丑勉强同意合作。劝说巴克付出同样也不容易，好在激将法对老演员还算奏效。彩排的时候，巴克不仅表演十分精彩，而且弹无虚发，尤其是打向小丑立牌那几枪，更是直击要害。小丑在一旁目睹了巴克的整套动作，确实没有什么能够挑剔的地方。但巴克已经很久没有现场演出了，骤然上场，心里还是有点小紧张。小丑安慰他：“你会演好的。”而紧接着他又开始施加压力，他告诉巴克会有成千上万的观众观看，几轮施压下来，导致的结果就是巴克不停的喝酒壮胆。接着就到了正式演出的时候，梅尔绑架了一个女人，在他高呼没人能救你时，就应该到了巴克出场的时间。谁知帘幕前并没有他身影，后来他再喊了一次，巴克就出现了。但他的情况看起来很不妙，应该是喝醉了。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下，巴克还是开枪了，但不是拯救无辜的女人，而是打爆了头顶上聚光灯。甚至到最后，他分不清小丑本人和立牌，竟然一枪打在小丑的肚子上。小新连忙跑到巴克的身边，他想知道偶像到底怎么了。巴克以为大家知道他是个酒鬼，包扎伤口之后，小丑找到了巴克，生气地告诉他被永久封杀了。回到家后，小新悲痛地撕掉了巴克的照片。这时，辛巴推开了儿子的房间，高兴地表示自己给他换了一个新的偶像，也就是一个女版的辛巴。他希望儿子能够将自己当做偶像。小新无所谓地表示也许可以试试。看着儿子一点也不开心，辛巴的快乐也消失了。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他对老婆说：“小新失去了偶像，自己本应该是无比开心的，但现在为什么会这样？”辛巴自然知道是辛巴在意儿子的感受，于是他提议可以试图挽回小新对于巴克的信任。第一步就从让他戒酒开始。夫妻俩来到了巴克的居所，开始倾倒里面所有的酒。虽然巴克觉得自己太老了，戒不了了，但是任由他们倒掉所有的酒。为了彻底戒掉，他还参加了酗酒牛仔中心，但没多久他就不想待了。即使被打上懦夫的标记，他也要逃离这里。但辛巴的决心也异常坚定，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。然而巴克是真的想放弃了，他的努力工作很久了，也赚够了钱，为什么退休了之后还要如此苛待自己呢？这下辛巴也说不出有什么理由了。之后一家人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，直到他们看到电视台播报的新闻，春田这行刚刚发生了一起抢劫案，劫匪全身武装，并标配了最先进的武器，只需几枪他们就能焚毁一辆警车。看着警长明里暗里都想出现一个英雄拯救时局，辛巴马上将巴克带到了现场，并且告诉他只要阻止劫匪，他就又会是一个英雄了。巴克觉得辛巴一定是疯了，他只是电影中的牛仔而已。然而当他看到小新可怜有期盼的眼神，最终还是向这对父子俩妥协了。他将酒瓶扔进垃圾桶里，然后就拿起套绳准备上前迎战。那些面对警察重磅出街劫匪们，面对绳子这样朴实的武器，偏偏没了办法，最后只得任由巴克夺走枪支，乖乖束手就擒。警察们观看了巴克的壮举之后，纷纷觉得他们再待在此地似乎有些多余，于是现场只留下英雄和他的崇拜者。小新终于又重新开始崇拜巴克，当然辛巴也如愿以偿成为了儿子的偶像。眼见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，巴克又骑上了他的白马，向这对父子做了最后的告别。至此之后，他要过上真正的随心所欲的不被人打扰的退休生活了，当然也不会再有人替小新对付小白狗了。一次偶然的碰撞牵扯出的是两个时代的对话，虽然小新没能亲眼见证牛仔时代的光辉，但在多年后依然为此心潮澎湃。这大概就是经典的魅力吧。当没落的文化遇上了出生的太阳，所迸发出的蓬勃生命力是为人惊叹的。再说影视牛仔时代的宠儿巴克，他这一生出演过无数的经典剧作，但和小新在一起的这段经历无疑会给他的人生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因为现在他才成为真正的偶像。荧幕中形象永远不会比现实更真实，曾经的辉煌都是别人赋予角色的，从此刻开始，他才真正成为别人心中的英雄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